是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，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亦是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啊？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三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，暗河之中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三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继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气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生死同无，唯有下毒者那里可将其化解的气毒。神爷，我运气疗伤片刻便好，不必担忧。什么运气疗伤？我看不过是用真气强行把伤势给压下去。我们行医的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不珍视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笨蛋。我立过承诺，会保护大家长，亦立过承诺，会保护神医。虽然没有立过承诺会保护我自己，但至少在你们无恙之前，我都会好好的。逻辑鬼才苏沐雨，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不然啊，一会儿打起架来没有力气，那我可就惨了。真是有趣，这朱朝的密室里所放的书，竟都是些杂言故事、演绎小说。难道是怕避难者在此无事可做，供他们打发时间？这写的还真是玄乎。神爷，我们动身吧。这么一会儿你就休息好了？你们暗河的人都这么不要命的？我们暗河之中有位前辈叫做穆朝阳，他专门创造了一套关于休息的功法，叫做眠息法。我们可一日只睡1个时辰，在择机歇上那么1时半刻，便可恢复精力。这对于我们学医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不讲医学。不论你那个姓穆的前辈说的那个眠息法有多厉害，都是不讲医学。也许吧，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有用。毕竟我们总是在与时间赛跑，
就是辛苦神医了。我们走吧。穆家少主，穆白。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每一处朱朝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。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。阵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哲叔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。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。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，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什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朱朝中。好。别乱动，再动，这些蜘蛛就将你变成冰人了。再配上一些狼蛛，炸得你尸骨无存。那便是神。这便是当年3道暗器的第1道，千鸟精灵。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，你真的要杀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吗？同样的媚术，我可不会再中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媚术。若有波动，那便是心动了。哼，妖女，一派胡言，看真！哎，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这么多针扎我，死得太丑，能不能给我换个美美的死法？妖女还耍花招！若我死前能见到你3件暗器齐出，也够我到地府吹上一阵子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，当它刺入你体内，血液便会流入这花瓣之中，盛开出鲜红的玫瑰，很美。看来今天是真的要死。苏沐雨，你的面具呢？被这个登徒子给打掉了。唐莲月，听说你现在是魁，能与你一战，也算不虚此行。牵出阵。
伤势不要紧吗？你很久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了。没有大碍。其实唐连月手下留情了，不然我可真死了。大家长身边除了苏沐雨之外，还有其他你在意之人吧？你是说雨墨吧？那个女娃娃，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。放心吧，我不觉得天下间有人会舍得对雨墨下杀手，包括那心如磐石的唐连月。居然用白驹之阵来拖延我的时间！诡计多端的女人！还好遇到的是他，玄武使唐连月，他一直都很讨厌杀人。胡说，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他对我一见钟情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他方才说我对他用了媚术，才让他出手晚了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弟子都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，这我知道。红颜祸水，见色起意。宇哥，那个木头现在应该发现我的白驹之阵了。我去找一辆马车。你难道一路上都是走过来的？昌河一路上派人拦我，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。昌河那家伙，唐连月也是来寻大家长的，难道烛影之中？哎，这有马车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这辆马车我买下了。稍等，我去问问。我家主顾说了，这架马车你们着急就拿去用吧，银子不用了，照顾好这位姑娘。又是个见色起意的。那便多谢了。驾！宇哥，什么？方才听你说，昌河成了苏家这次行动的领头人，你们一起长大，这一次一定要向彼此拔剑吗？你我是同一日入的朱影，朱影就是要誓死保护大家长的安危。我自然记得，可是只要大家长病愈好，重新统帅三家，那么苏家自然会收回首领，昌河便可以安全的回去。我是想我们两人也可以不必向对方拔剑了。宇哥，你的剑法强得可怕，可你的想法却很天真，是吗？是啊，他总是那么天真。你明知他天真的要救大家长，为何还要把马车借给他，助他一臂之力？我们在这里拦住他，正好借唐连月的手杀死大家长。大家长要是死了，估计咱爷俩也得交代在这儿了。我已经让悔叔去散播消息了，咱们得去九霄城下盘大棋。你们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在此处拦截？谢家人，还以为来的会是穆家。会说您的天生辨位，连家族都能听出来，太强了吧？是呀，会说，穆家人没来，现在怎么办呀？会叔，瞎子，你是苏家宿鬼？杀了他们吧，记得留个活口。苏家到底要干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想杀大家长，去九霄城。会说，大哥交代要把消息给穆家，现在却把消息给了谢家，这无妨，谢家知道了，穆家也就知道了。宇哥那边
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沐雨那边就交给昌河吧。我不想和沐雨打，上次动手，只是为了给老爷子一个交代。在暗河，沐雨就是照亮我的那束光。就要这么死在这里了吗？是谁？是我。你是19，快些上来，回去的路不好走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晚饭时点卯，只有你不在，就出来寻你。寻我？快上来吧。我可以相信他吗？喂，你想什么呢？快上来呀！好。你为何会掉进这个坑里？哼，那帮家伙是见输了，怀恨在心，假意约我私下比试，暗中做了陷阱害我。教习不在的时候，不要接触其他人。你也是其他人啊。你放心，我从来不欠人情，你这个恩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的。不必放心上，可要跟紧哦。你的剑势有些急软啊！输赢还未知，谁说剑士一定要刚猛才会赢？我们打了4次，你赢了2次，我赢了2次，说好了，这一次定输赢。本来说好1局定输赢，第1局你输了，就是3局2胜；第3局你输了，也就是5局3胜。这局输赢可真的作数，作数。说好了啊，输了的就去师傅房间里，把那坛好酒给偷出来。好。会输，我赢了，这局不算。这便是你替苏家选中的2个无名者。这一批无名者之中，没有人比他们更强，更适合苏家了。无论是身法还是剑技，都无可挑剔。带他们进望书楼，不要被穆家那些人发现。遵命。哇，这便是珍藏苏家剑谱的望书楼。回叔，你偷偷带我们进来，不会被责罚吧？我一个瞎子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有做，怎么会被责罚呢？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，惯性之礼马上就要来了。19，我们挑最强的剑谱回去。3月之后就是无名者试炼，你们每20个人，只有1个人能从鬼窟渊走出来，被暗河选为新的家人。寸指剑，这是暗河最顶尖的匕首操剑术，极为凶险，无论是对对手还是对你自己。这倒和我很是相配啊，那我就选它了。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师教，你好了没？你在看什么？18剑阵。回叔，我选它了。18剑阵，这是本残卷。自从苏家高手苏18死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够重现这门武功了。你确定要选择它吗？就它了。生死关头，不如选一个学起来快的。回叔，就它了。我们就一起戮力同心，奋进独行。到了惯性之礼的年纪，我还记得当年沐雨回我的那句话：只要足够强，就可以天真。即便九霄城有朱朝也不安全，出影之中有内奸。若苏家同时招入这两人，难免会对穆家造成威胁。宇哥，昌河找到我，但我不想在你们之间做选择。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活着离开。百年来，鬼窟渊中向来只能活一个，活着的若是2个人，那2个人就都得杀了。我们2个都要活。曹虎，再不走，九霄城的好戏可就要开场了。别急嘛，哲叔，喝了这杯就走。曹虎，你有没有查过当年惯性之礼，你和沐雨为什么会分到一个组啊？当年是穆家搞的鬼。苏回把他们2个人带去望舒楼了。是的，那2个孩子确实扎眼。若苏家同时招入这2人的话，难免会对穆家造成不小的威胁。家主的意思是，苏家呀，也不能过于贪心了，就给他们留一个吧。该死，我们被分到一组了。小心点，不要走散了。这还怎么走散呢？谁都知道你们2个剑术高超，不如先合力把你们杀了，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哼，师教，这边10个归我。一群乌合之众，想杀我，做梦！师教，小心暗器！这是什么剑法？18剑阵，学了一门研究鱼子之厉害，一起揍他！师教，赤煞双星阵！一群乌合之众，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？都是无名者，打上几个！不杀他们，他们可就要杀你了。同是无名者，为何不留一条生路？无名者第一课你都没学好。无名者第一课绝情，不是没学好，是不想学。他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他杀。我从没杀过人，今天非要逼我破例吗？你看看他们，都快杀疯了！有谁拿你当屠门了？准备上场，不想杀人，真是可笑！可笑！你还不配！你杀人了！你这个木驴脑袋，终于开窍了！不是开窍，是他们不值得。终于结束了，我们都不用再杀人了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，这是鬼窟渊试炼的规矩。“
什么？这是当年我欠你的。我说过，不用你还。能活着，没人愿意去死。但暗河100年的规矩，注定只能活一个。他们想要的是杀手，我们两个是最合适的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。你太天真了，只要足够强，就可以天战。傻子，我们出不去的。这一组的名单不合理，死掉任何一个，都是我们暗河的损失。子哲倒并不这么认为。一个断情绝爱的杀手，和2个仍心存善念的杀手，到底哪一个是我们更需要的？你别吵了，看他们，看来是最不好的结果啊！活着的若是2个人，那2个人就都得杀了。很好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挑战暗河的权威了。我们出不去的。我们活下来2个人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杀死你背上那个，你便可以行惯性之礼，正式加入我们暗河。不然你和他都得死。我们2个人都要活。很好，很好。危难关头不愿弃旁人于不顾，看来是朋友了。只可惜，杀手是不需要朋友的。杀了我吧，别犯傻了。我们2个都要活。好大的口气，那便来试试。家主，他们再优秀，也只是2个无名者。为了他们和穆家起冲突，不知道。住手！恭迎大家长。100年来，鬼窟园中向来只能活1个。你这么做，是要挑战暗河的威严，也是在挑战我的威严。我们2个都要活。你觉得你们2个人值得暗河为你们破这立了100年的规矩吗？值得。白痴，这下真的一起死了。我保证，6年之内，我们会成为暗河100年来最优秀的杀手。整个暗河都将会因为今天而改变。3家之中，你想去哪一家？大家长，不可听他信口胡言。只要你能力足够强，规矩是可以打破的。暗河这100年来，也破过不少的规矩。我今日破了这规矩，并且亲自为你进行惯性之礼。但你要是做不到你说的，6年之后，我亲自来取你的性命。死在我的手上，可比死在别人手上要痛苦100倍。多谢大家长成全，我和他都要入苏家。苏家，欢迎你们2人的加入。可想过取什么名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何呢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放进了一个木桶之中，挑到了这里。那天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。是个不错的名字。那么你呢？想叫什么名字？苏昌河。苏昌河，是个很有野心的名字呀。自今日起，苏沐雨、苏昌河，这
正式加入暗河苏家。双日为昌，亦为兴盛、明亮。昌河意在让暗河走出阴暗，迎来光明。睡得那个香啊！做了么事美梦啊？不是什么美梦，就是一些很久远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算是大家长救了我们2个人的性命吧。现在我却为了执行家主的命令，追杀大家长，算是恩将仇报。那不是你们学的第一课吗？确实，第一课就是绝情绝爱。我现在这样做，也算是回报大家长他的教育之恩了。若说不要脸，苏家你第一。哎，哲叔，你是暗河本家弟子，按说也可以娶亲生子。那你有家人吗？以前有过一个女儿，粉雕玉琢，很可爱的，不过死了。苏沐雨在木桶中顺着河流到暗河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下了这样一场乌雨？宇哥，你一路都不曾歇息，不如先缓一下。不能歇息，即便九霄城有朱朝也不安全。出影之中有内奸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我可能就是那个内奸吗？唐门的人真是有钱啊，身上一堆破铜烂铁，也不知道打飞了会不会。你来的倒是挺快啊，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要见我。你该抛下他的，他受了伤，你们驾着马车走不快，我自然追得上。我拦住他，你跑。宇哥，我方才说了，我是奸细。我只当是一句玩笑。昌河找到过我，但我不想在你们之间做选择，所以宇哥，你去将一切事情了结吧。不必推辞，都得留下。走啊！相信我，这家伙舍不得杀我。出不去别逃。放心吧，宇哥，我都说过，他不会杀我的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觉得呢？你真的很自信。江湖中不缺多情郎，但是今日多情，明日无情。虽说前几日你看了我一眼，乱了心神，但过了几日了，或许也忘了，又或许在你心中报仇为重，儿女情长随处可放。谁看你乱了心神？唉，虽说我沐雨墨天生国色，乃暗河第一美人，但是我们毕竟不过是初次相见。所谓的一见钟情，不过是见色起意。你对我，终究是没有太多的深情。见色起意，我的龙须针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哦，龙须针，不必了。该死，我居然没有发现。哎呀，原来天启4守护的玄武使也难过美人关呀！你放我下来！你当我傻呀？放你下来，你又要喊打喊杀的，多无趣啊！真以为区区蛛丝就能困得住我？武功再强，也不过是个小男人，不解风情啊！罢了罢了。
宵禁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。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啊！北离西剑，南绝挥刀，这个传统源起开国时期的施剑仙。当年江湖万千儿女，有9成都想做那施剑仙，还有1成想嫁给那施剑仙。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，我还听师傅说过，天下剑客年轻时都想来一趟九霄城，都试图在几百年后仍能感受那一剑劈开九霄的诗与剑意。究竟是什么剑能一剑劈开九霄呢？按照史书上的记载，施剑仙最后一剑杀死剑魔的时候，那一剑之威，将整片天空中的云彩都劈散。后来施剑仙踏剑离城，九霄城下了整整10日的大雨。作为一座北城，下10日的大雨可谓是前所未闻，所以有说法是施剑仙那一剑把天给打漏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剑破九霄。大家长，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就没有想过来九霄城看看吗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而暗河之人的剑只是凶器。更何况我年轻时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学的。哦，苏沐雨呢？他会对这个传说感兴趣吗？他的剑也是凶器。这里便是九霄城了。大家长这会儿应该快到朱巢了。李能把人塞进朱隐？是的。就连家主都冒着办法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朱隐。我很了解苏沐雨，很清楚他会选择什么样的人。这说，奔波了这么久，找一处地方歇歇脚吧。休息。若大家长他们进了朱巢，那易守难攻的地方，我们再想下手就不容易了。不必我们动手，我把消息泄露给了谢家和穆家，他们会动手的。你这个人，果然坏得很。这说，我得去会一个人了。我也想成为英雄。真是有志向啊！这家伙，比我预计的快呀。沐雨，好久不见。你我虽然未见，一路上遇到的可都是你。我这不也是担心你吗？长河，不必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动摇的。你干嘛冷冰冰的？下马喝一杯吧。我还有要事，处理完了再跟你喝酒。若是我非要留你喝一杯呢？一路上，我已经妥协很多次了，不要逼我。唉，谁让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呢？可惜啊，你现在去了，也赶不上谢家和穆家的速度了。不好，沐雨，我迟迟未动手，都是为了你呀。过来吧。这个丑牛，就因为我说了他一句丑，他便一直怀恨在心。小十一，你之前说过你找到了能彻底治好我的方法，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告知于我了呢？天下第一独门温家座下有一斩魁堂，专门研究解毒之术。这帮人很疯狂，遇到解不了的毒，
那便以身试毒，能解就解，解不了就死。他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你只有真正中了那毒，才能了解他，了解他，才能对付他。以身试毒，先中毒，再解毒，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明白，小神医为了几张银票，愿意为我以身试毒。自然不愿意。小神医说这么一大堆话，不是为了调侃我的吧？药王谷的移魂大法，大家长可曾听说过？移魂大法，一旦对某个人用出这个法门，便能与他的五感共识，甚至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他的过往，他此刻的想法，都会被对方彻底侵蚀。而且一旦用了移魂大法，那么大家长的性命便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大家长可愿一试？咱们试试。大家长，到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猪巢，看起来很普通吗？不要小看这院子，寻常人踏入这里，可以让他有100种死法，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踏进去。保护大家长！大家长，是谢家的人，就怕不止谢家的人。这是什么？穆家的天网阵。大家长，咱们趁现在退回马车吧。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来了。是繁花呀。许久不见了，大家长。你伤势如何了？老病鬼，你这变身入骨髓了，神仙都治不了了。是啊，我是个注定快死的人，所以我才敢来呀。你怎么知道我行踪的？你大势已去，退下来颐养天年，不好吗？若是我拒绝呢？若大家长拒绝，那么繁华只能冒犯了。你们想要的，无非是我这柄绵龙剑。是我绵龙剑，才是暗河真正的主人。如今握住绵龙剑的人还是我，那么这个暗河还是我说了算。把大家长的位子交出来！这是什么电视？看你还没有差不多的时候。穆以哲，让路！让路！你的好兄弟苏昌河已经把你给卖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也到这儿来。你不用挑拨，我相信昌河不会这么做的。你不信？
那你就去问问楚牛，看他把朱朝的布防托给谁了。再说一遍，让开！你就这么着急跟大家长会合？我没空陪你玩。木鱼，你们这些肮脏的东西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唉，穆家的穆隐哲又失败了。走吧，通知谢家，下一个路口拦住苏沐雨。